大家好，我是 FCGRZ，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 VS 的卡组教学影片本来这部影片应该是要在我打完第4杯就出了，但是前2周实在是太忙了，只好一拖再拖，拖到今天。说实话头还蛮痛的因为 VS 在1月进卡表中中了芬里尔跟强滩各一刀，那强滩还比较好处理就你放其他绿牌其实还是可以替代，但芬里尔影响的是属性调度，就实在不太好受。那我尝试性的组了一下几个版本的 VS， 一开始我是试了这个刹帝利 VS 但昨天在实况上玩的时候感觉有点怪怪的，有点卡，但是因为在日本 YT 办的 KGV 里面，就这一套他拿了好像14-3吧，所以其实成绩还不错。那我自己是小改了一下，这个跟他原本组的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就是有差一点嘿。那我自己觉得距离来说还是没有那么顺畅，但是可以玩，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这样。然后我另外组了一套，我昨天胜率感觉还蛮高的，是这个，就是放了消防小轴的 VS， 嘿，那这一套我觉得也还不错。那如果你要组纯的话也可以，但你问题就是你的绿牌要选哪些，然后你有没有什么优质的属性可以去放，就是优质属性的手坑可以去放这样。那刚刚前面那一套刹帝利，我觉得具体的问题是它的后手牌有点太少了。好，那基本上2套我都会稍微介绍一下啦。本期影片主要希望大家可以把重点放在 VS 本身的卡组运作上。那构筑方面的话，我自己觉得还需要再研究一究这样。那马上开始介绍吧。首先是 VS 本家的部分VS 本家怪兽都有透过展示属性去发动效果。那每张怪兽都有亮1种属性跟亮2种属性的效果，所以属性控制在 VS 是相当重要的。有时候甚至要是对局情况为了保属性而不去丢出手上的像是灰流力或者是真子锯等等的手坑。那接下来进到单卡介绍首先是火男部分火男是牌组核心，一效果简单暴力，找一张它以外的 VS。那2效果亮炎的话是防笑破，亮炎暗是将这个卡片中立的怪兽全部破坏。那这个效果会炸到自己所以要注意一下。如果对面是 VS 的话，你就可以把怪出在他的虚像前面，这样他的虚像就会被自己的火男炸掉。所以，玩 VS 或是面对 VS 的时候，你怪兽的走位是很重要的然后1效果防笑破这个要记得，就是有时候会用到，比如说内战去扛雪峰虽然对面有脑子的话，基本上不会让你去扛但就是有时候会有用，所以这个亮炎不会被笑破的效果也是要注意的。然后你亮炎或亮炎暗只能选1种而已，就是1回合1次这样。那后面也是一样，就是这种亮属性的，就是你只能选1种这样。再来是博士1效果找魔线，那基本上能凑齐3属的话，我们都先找雪峰。那如果不行的话，就打稳一点，可以找旋风踢。那2效果亮暗降攻手，然后亮暗地是送手背力最低的怪兽回手牌。博士大家比较常就是想到他可以找魔线，但其实他的阻抗是很强的，就是那个暗地你在打内战或是打烙印的时候，其实都很强，那要记得善用。然后他的弹是非指定的，就是处理的时候手背最低的那只怪会被弹回手牌，这个大家要去注意一下。好，再来是豹女1效果是主要怪兽格没怪的话可以特招，然后2效果是亮地不会被战破，亮地眼可以炸魔线，其实主要是作为你通招被处理掉的特招点去使用啦。然后地眼去踩魔线这个你内战常常会拿去踩雪峰作为一个踩魔线坑的手段这样。要注意到说1效果是主要怪兽可不存在怪兽就可以特招，所以你只要把你的 VS 怪 link 成虚像的话，你就可以从手牌再把暴女跳下来这也是 OK 的，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样。这3个亮属性要怎么记呢？就是炎暗地这样去排序，然后火男的话它是炎，所以他们的只亮1个属性的效果都是自己的属性，所以火男亮炎，豹女亮地，然后博士亮暗，然后炎暗地嘛，所以火男是炎暗，然后照这个顺序，博士是暗，所以他是亮暗地，可以弹手背，然后豹女是地嘛，所以他是地炎，可以炸魔线，这个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这样就是这样会比较好记就一个小诀窍嘿。然后再来是蛟龙。蛟龙的话，它是后来新补强的一张卡片那 MD 很给面子，他一开始就把 VS 全部出齐了，所以让这个牌组真的还蛮强的，就在 MD 达到一个还蛮不错的强度这样。那1效果是 VS 卡片展示属性就可以跳，要注意到说 Stagger Soul
就是赌魂是没有字段名的，所以不能跳，这个要注意。然后二效果是亮炎的话转攻手，然后亮炎的话是可以找一张 VS 卡片加手。那一般我们都是用亮炎这个效果，但是转攻手这个效果其实还蛮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忘记。就 VS 常那个隐藏的那个效果，其实都还蛮重要的。虽然亮复数属性也比较强，但是就是其实它那种亮一个属性的效果还蛮常用到，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比如说亮炎这个效果，你就让自己的泥碎魔兽在自己回合站起来，然后用它的效果倒回去这种用法，还有把你自己当回合被盖起来的卡片翻开，就这些都是有奇效的，所以真的都一定要记得它亮单属性的效果哦。然后再来是机器人，机器人的话，一效果变身，那基本上就是点机器人以外的，因为 VS 每个种族不一样，所以机械族是只有机器人的。二效果是亮暗是抽一张，然后它的另外一个亮的效果是亮地眼，就是亮自己以外的，可以烧1500。那大家比较常用的是抽一，但其实烧1500也很重要，尤其是你面对神辈的对局，基本上都是先烧了。VS 在资源换不赢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有烫血，然后一波带走的赢法，这个是真的很重要的。我打 DC 杯的时候，其实很多场都是靠这个赢的，就是VS 玩的好不好，有时候你要很精确的去判断，你有时候这边要抽一，还是你要先烫血，就是你要算好你什么时候去斩杀这样。那最后是龙帝，龙帝一效果一样是变身，那它是点龙族以外的 VS， 然后二效果是一样，就是亮地或亮地眼暗。那地的话，它是不受对方发动的效果影响，那永续还是有用，这个要注意。然后亮三属是非指定炸一张，这个阻抗很强，嘿，就主要阻抗之一。那 VS 怪兽讲完了，再来我们讲一下这个消防小轴的这个怪兽。那一效果基本上用不太到，因为它在场上才能发。那这个效果可以封存在大黑猫，但你不会想把通招给他，所以你就当没看到就好。然后二效果是主要效果，就是对手发动场怪的效果的时候，你可以解放手上这张卡片可以发动，然后从牌组跳一张机械组的 RS。那我们跟这个一起看，就是这个大飞机。那你就对手，比如说 C1 他发了一个找牌的效果，然后你连锁你手上的斧头，然后丢下去，然后跳这个大飞机，然后大飞机逆解之后，他会先在场上，然后对手处理检索，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诱发大飞机的二效果了，就是抽2丢1。那作为一个手坑去使用这样子。那为什么要放他们？因为他们是炎属性，嘿，然后他们可以绿牌，所以整体来说还不错。所以在 VS 的叉 DD 轴被砍之后，我自己觉得这个轴还可以，但是不是最好的解不一定，嘿。如果环境上有其他更适合的手坑，也都可以带，比如说巫夫啊、应战狙啊，然后或是更多的天童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嘿，都是可以的。然后就是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就是绿牌魔法就基本上还是要多带一点这样子，不管是小世界或验圣剑之类的。然后再来是叉 D 轴，我先讲叉 D 轴。叉 D 轴基本上就是一个属性调度啦，芬利尔在这边。我们之前上一版它可以减芬利尔跟火男，它就很简单暴力。那现在的话，它是可以减狗男跟火男，那就是狗男基本上减下来就是没有用，它就是地属性。然后这个哈特的话就是还算有用，就是它的2效果可以特招去当一个4星或7星的特招点，那你可以去叠额外的巨眼或是 R4去做突破，那当然要记得超量字数这样。然后独角兽我看 KG 杯那个版本他们有放停泊地。但其实我自己后来觉得这个停泊地应该是可以拔掉的，嘿，因为停泊地基本上上手没有什么小用，然后它提供给这个牌组续展也一般，然后因为这个牌组其实你主要的独角兽还是作为一个属性调度的手段，所以我觉得独角兽搞不好可以少一点，嘿。独角兽感觉有点太多了，我自己觉得可能可以把独角兽拔一点，然后去放后手牌也说不定。然后基本上就是跳独角兽，用自在天跳芬利尔找火或地去补属性这样。我自己倾向是这2个怪就摆在场上了，我们不要再去做阿莱斯哈特，除非对面60卡。因为我自己玩下我觉得怪怪的。然后验圣剑在这边是有放的，因为叉地利本身是优质特招点，那你的验圣剑不太容易卡在手上，你就可以找到火男这样。那再来我们讲一下 VS 本家的魔线哦，就这个 Dagger Soul， 那中文叫赌上你的灵魂，展示一张怪兽，然后特招跟它属性相同但卡名不同的 VS 怪，它是卡组的补点和出动。那结束阶段会回手，这个要注意，就刚开始玩的时候很容易忘记。
那这个就简单暴力啊，因为你亮系统外也可以调入系统内，所以就很强。然后再来是旋风踢，那旋风踢是点一张 VS 怪改变它的攻守，然后处理的时候依照你的 VS 怪兽数量非指定的去盖对手场上的怪，因为它是处理的时候才算你的 VS 的数量，所以你可以 C1 旋风踢，然后 C2 用虚像带怪，或是用蛟龙跳下来啊，或者用雪峰跳下来啊等等。就可以让你多盖对手几张怪，这样。最后是陷阱哦，就是雪峰，强力阻抗，它展示地沿岸的话，每多一种会加一个效果，一种的话是扣400，然后跳 VS， 两种可以追加扣600给抗性，然后三种可以再追加扣800烧场。那后面的效果都是选发，可以选择不特招，那一样可以烧场。基本上我们都要尽量去凑到3种属性才可以去做烧场的动作。那烧场就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阻抗啊。本家都讲完了，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其他选配的卡片啦。怪兽部分的话，灰居不用多说，然后宇宙人我觉得在现在 VS 来说算是必备的，因为基本上不太卡自己，而且丢完很容易赢，很强。然后天童的话，这一版表现还不错。那之前我打 DCB 的时候是带了2张，那这个轴因为没什么卡位，所以我就只选带1张。然后深渊兽这个一样，你甚至可以只带马格，因为马格结束这样可以捡龙地，然后这个德鲁伊基本上也是选配的这样，所以就基本上我都是选沿岸地的首坑啦。其他优质首坑像是应战狙啊，然后不是沿岸地的陨石啊，这些都是可以去考虑的。嘿，然后再来是魔法的部分，魔法的话，这个消防轴我自己是把上版喜欢用的强金，然后金签，然后强滩都带上了。然后真源就不用说一定要带，然后小世界我取带的是焰圣剑的位置啊，因为这个轴的话，焰圣剑其实很容易卡在手上，所以在消防轴我是不选择投入的。那作为调度火男的手段，我最后是选了一个小世界这样子。好，那在叉 D 轴的部分，我自己是选择投入了辅助的检索剑啦，因为它基本上不太会卡在手上，你有大量的叉 D 力的话。他只要跳下来，然后你装在他身上就可以找火男。那找到火男对这副牌来说相当重要啊！就 VS 这个牌有火男才能顺利的运作，就有火男超强，没火男真的是一坨大便。嘿，这个牌组就是这样子，所以验证剑是很简单找到火男的方式，然后在这个卡组上也不太容易卡在手牌，所以我觉得可以做复数的投入。那换成小世界或是。就我刚刚想了一下，就你额外的也不太常出，其实换成金满壶，我觉得应该还是 OK 的。最后讲一下额外的部分，额外的话就虚像，虚像是本家运转很重要的 L1， 但它的效果都只能主接发，所以要注意。然后它是没有 VS 名的，所以它会被雪峰炸掉。因为雪峰是炸全场的关系，所以你自己的怪兽也被炸掉，就。只有 VS 怪会被给抗性，所以 VS 以外的怪你都会被炸掉，所以你场上的虚像是会被炸掉。这个在刚开始玩的时候可能很容易忘记，要注意一下。那基本上先攻你就是透过虚像去回收属性，然后对手回合跳火男作为你的妨碍，这是他最常见的用法。那大概就这样。那剩下的外其实都是泛用的啦，然后也是选配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再去做调整。那牌组讲解的部分大概就到这边了，接下来我们进实战片段。那首先我们进到第一把实战讲解，那这把是先攻手牌有居灰、机器人、真源跟3战。那这手牌就比较基础的展开啊，带真源，然后下火男，然后火男效果找一只。那这里如果没有中炮眼的话，我们会找蛟龙，然后火男效果亮蛟龙，然后蛟龙跳下来，然后出虚像，把火男回收，然后蛟龙去找雪峰这样子。那这里如果中炮眼的话，我们就用机器人去闪，所以对 VS 的下级丢炮眼是一件风险比较高的事啊。最稳的应该是扣在虚像的位置。那这里我们就用机器人把炮眼闪掉。然后如果蛟龙去找博士，然后机器人把火男变回来出虚像带博士也是 OK 的。这两种展开都 OK， 然后手上因为有2个盐的关系，然后就用蛟龙去找雪峰。好，那这里就把机器人变成虚像，然后回收机器人就可以了。那这里之所以不把机器人留在场上，而是把机器人 link 掉，是因为这里回收机器人，我手上就凑齐地沿岸了。那就算下回蛟龙中灰也。还是可以触发雪峰的炸场效果，所以
这也是优先把机器人做掉，然后回收机器人。而且我手上也没有暗属性可以抽，所以机器人留在场上的收益就不高。那刚是透过机器人亮地炎烧血的效果去跳蛟龙的。那平常的话就是透过火男这个亮炎不会被笑破的效果去跳蛟龙这样。好，那这边抽牌阶段我们就直接2个火去找龙帝，因为灰流等一下可能会丢掉，就没有2个火了，所以抽牌阶段就要先找。然后这里终于扫，我们就亮地炎暗，然后把龙帝跳下来。这边就不发炸场效果了，因为都选发。直接套龙帝的话，就比较不会被烙印通召阿布斯通关这样。好，那这边对面是修女，我们把灰交在马法身上，虽然被吃掉了。然后这里一个小细节，不丢狙是因为第一个。他指你的灰，你丢狙再被灰很亏，嘿。然后第二个是你手上有地炎暗，你丢了这个狙，你的地属性不一定补得回来，所以你这边狙是不丢的，嘿，就先扣着，等一下再打。就你狙只要通过，基本上因为修女秒不了你，你这把基本上就赢了，所以这边狙没有必要摊这样抽。好，那这边就解连锁，对手跳马法，好，这里。用虚像效果带火男，然后沿岸把它炸掉。他如果再通招的话，叠起来我们再用龙地炸这样。然后这里对手就投降了。那讲完了先手局，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后手局。这把是一个后手啦，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消防队怎么用，好不好？对手通招博士，我们连锁这个3星斧头。跳6星消防员，然后对手丢狙没事，我们只特招1张而已，对，就让他抽1无所谓。好，那这边对手找了卡就可以触发我们飞机的效果，抽2丢1，很爽。我把这个重复的斧头丢掉，然后这机械变身我们就丢狙，但他还可以连锁龙帝变身。不过这里还可以接受，因为这样子他机器人就下不来，他也没抽到那一张。很显然，他手上应该是要么缺地，要么缺眼，所以这个龙帝是炸不了的。然后这一张是那个旋风踢，嘿，突然忘记了啊。OK， 好，这里我原本想要出龙帝踩那个雪峰，因为我那边忘记了，我还以为他是雪峰，然后想了一下，哦不对，他好像是旋风踢，操。龙帝就被盖起来了，不过也没事，因为对手展示地属性，他就不会被我炸。盖起来也没事，因为我们手上还有 Stagger Soul。然后3站选择压牌啊，我想要把他手牌看清楚，因为我手上有补点嘛，我是不希望被灰的。虽然他有灰的话，应该早丢了。那这里就把龙帝压回去，然后，嘿，这个大飞机。因为对手把龙帝收回手的关系，居然又可以出发，又可以抽2丢1，好爽！哦，啊，这边补的不错，补到1个火，所以就可以跳蛟龙。然后蛟龙还有2个火可以看。然后这边跳博士，找雪峰，然后。亮暗降他攻击力，然后再跳机器人，就很舒服。机器人就继续抽赚资源，这里基本上资源就拉开了啦。VS 内战上的话，后手其实很难过那一张雪峰，就雪峰跟龙帝就很难过了。主要是火男发检索效果的时候，它是不可以发2效果的，那就会变成你很有可能场面就空掉，你通招点被处理掉 ，VS 就很难受了。好，那这边对手又检索1次，我又可以再抽1次，很舒服。然后3站我是不理他，就给他抢，反正我可以炸，无所谓。这边完全没差，这边对手选择投降。那最后再带大家看一把对局哦。
就是一样是用那个消防 VS 的卡表，虽然这把完全没有用到消防队啦。那是一个 VS 的内战。那这一把主要是想让大家看一下说就是 VS 凑齐3个属性真的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在前面做场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凑齐3个属性。对，这里对手算是一个大天虎啦，就增援，然后 Stake Soul， 然后什么都有。我难找博士，机器人有抽到，然后等一下做趋向还可以带博士再找雪峰，很舒服。对，这边就加速一下。OK， 好，那这里第一手我是选择用 Stake Soul 去踩，因为之所以没先做这边，是因为我想先把博士处理掉。博士在内战其实很烦，就是所有的 VS 上级怪兽的屁股都是1500，然后火男的屁股也是1500，所以这些卡片都一定会被博士弹走。那你不管怎么变身，它都会被弹掉，所以这个对 VS 来说很伤，就是 VS 很怕通招点被处理掉，所以博士一定要先踩掉。所以我这边第一动我是直接 Stake Soul， 然后出博士去踩博士这样，然后亮暗地。好，这里对手也蛮聪明的，连锁降我手背，然后我就把自己弹走了。Okay， 我也无所谓，反正这样就把博士踩掉了。哦，我选择捡的是雪峰啦，就是准备打下一回合了，因为这一回我肯定秒不了他的。然后再来是跳豹女去踩后台已知的雪峰。OK， 好，那这边对手有一个很大的失误是，他的蛟龙跳下来，但没有直接亮。他蛟龙掉下来，但没有直接发效果，他可能在怕天筒，但是他手上没有凑齐3属，所以这里被我跳豹女，然后炸雪峰就很伤，因为怎样他都来不及抽到最后一个地属性了。你看，他就只有亮炎跟暗，很明显他手上最后一张就最后一种属性是没有的。所以你在玩 VS 的时候，你一定要尽快凑齐手上的3属去 stand by 哦，你的雪峰才不会爆炸。有在没有炸到场的情况下就被对手踩掉啊。那因为对手把虚像跟雪峰都交掉的关系，他就不可能再跳怪出来了，所以这里对我来说就比较舒服了。然后这边亮眼暗去把虚像炸掉。好，跳机器人，跳过，亮暗抽一张。好，那这里运气比较好，抽到增援，等于说我会有2个火。好，这里就亮炎炎去捡一张。好，那他这边是连锁转导我啊，希望怪不要被我解光。这边就全部盖起来了。啊，跳龙地打炸就全解了。所以 VS 把手上属性控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里不出这个是因为我前面有看过他亮这个马格，所以我不用机器人去出，不然一般会用机器人去出了。啊，这边连续跳2只神元手，不过也无伤大雅。然后第一动就用凤凰去踩我后台。那这里我就把效果全部开出来。那因为他手上有天童的关系，我们这边机器人就先不抽。然后博士跳下来也选择不发效果，反正他也没得钱。那这边只有火男发的效果这样，人都不理他，不理他，不管他做什么都不要理他。只要没有生命危险，我们都不理他。啊，这边偷我机器人，但我的博士可以把机器人弹回来，很舒服。那打到这里的话，基本上就结束了，就差不多了。这时候没什么机会了。好，这边对手这一回就要死了，所以他直接选择投降。那以上就是 VS 的实战讲解啦。
基本上先手你就是做那一套，就是火男找蛟龙，然后用虚像去回收火男，或是用机器人回收火男，然后蛟龙量延延，然后优先去调度雪峰，只要你凑得出地沿岸，你就优先调度雪峰，这样，那你的场面就会变得蛮大的，基本上就很够赢了。那为大家做一下技术总结哦 ，VS 是一个比较灵活的牌组啦。那具体基本上都还是要看你在当下实战怎么去做应对。但是他在先手做场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 SOP 的，就是火男加火的话，那你就是通招火男找蛟龙，然后火男效果亮眼，让他不会被笑破，然后蛟龙效果去跳下来，然后出虚像回收，然后这时候你手上就有火男加一个火，那蛟龙就可以亮炎炎。那亮炎炎这边你手上如果有沿岸或是地的话，你就找雪峰。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做出虚像，加上下一回合蛟龙再找一次的话，就可以凑出可以亮沿岸地的雪峰了。火男就可以再找龙地，那最基本的干扰就是至少是一炸，然后虚像带火男再一炸，然后龙地再一炸这样子。这就是他先攻做场的 SOP 啦。那之前有芬里尔的话就很简单啦，因为芬里尔加火男就很强，芬里尔就是另外一个眼，因为他可以找哈特。然后再下火男，这样就轻松的做到芬里尔加炎炎，然后加后台雪峰加前面虚像这样子。所以你先攻优先做出的盘面就是雪峰加虚像，然后手上有火男，然后场上最好有可以亮炎炎的蛟龙这样子。那你在对手和干扰的时候，雪峰会炸掉虚像，这点是要注意的哦。最完美的状况就是用虚像去跳火男炸，然后雪峰跳博士。那炸完之后，你的博士还可以弹对手一次。然后检索出来的龙地还能再炸一次，这样总共就很多档啦。那 VS 的交档要精准一点哦，对环境其他卡组要有一定的了解。基本上如果挡不住的话，就想办法活下去，活下去就会有机会。那交档都不要太急哦，这点是需要靠你的实战经验去慢慢体会的啦。然后后手下火男解场的时候，你位置不要乱站，嘿，你记得要站在你要解的怪的对面才能炸。这点对新手 VS 玩家来说可能。有时候手一急，就飞走了，那个火男就不知道站到哪里去了。对，所以打慢一点，不要乱站。然后博士跟火男发一效果的时候，你们有看他这边前面有写，他们的一二效果是不能在同一个连锁串上发动的，所以他们发一效果的时候，二效果都是不能开的，这个很重要，因为等于说你下火男发一效果检索，那对手就可以连锁龙地去炸你的火男。那这时候不管怎样，你就要换一个怪下来，你的 VS 怪还是会被炸掉，你的台面就空了。所以当你发一效果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你最脆弱的时候。那因为 VS 很怕通招点被处理掉，处理掉之后你的补点就只剩下 Stagger Soul， 然后豹女，跟你有亮过属性的话，就是你在被处理掉之前你亮了属性，那就可以另开连锁诱发蛟龙的特招。去补上那些怪兽，那这点对 VS 的对手或是使用者来说都很重要。所以你是使用者的话，你一定要确保你的通招就是你的场上是能有怪的。那你是他的对手的话，那你就想办法把怪清光就对了。后手要记得，机器人烫1500，然后机器人在你自己和对手回合都能烫。那雪峰亮3个属性的话，会烫1800。所以对手的血线会是5000或是4700，那只要你手上有地岩，然后有机器人，其实你是很容易可以秒对手的。像是龙地加机器人打到你，机器人再烫2下就死了。然后蛟龙加机器人加上对手回合雪峰跟机器人各烫一次的话，其实也会斩杀。所以斩杀线的部分是你要去熟记的就是这些数字要比较敏感一点，像是机器人烫1500，然后雪峰烫1800，然后机器人对手回来可以再烫，所以总共会烫3000这样子。手上没火男的话 ，VS 的壶和检索卡片的顺序是先开任何的壶，然后之后才开能找火男的卡片，像是真元或是 Stagger Soul 啊，或是直接通招火男。对，如果手上有火男的话，那通招火男也是摆后面的，主要是。火男跟找火男的卡被挥的话 ，VS 的运转都很伤。那这个是大的原则啦。当然，有时候你还是要视你具体的手牌而定。有时候你那个找火男的卡片，比如说你有火男，那你一定先开找火男的卡片骗挥，或是你火男要找卡片你在手上，那你就先下火男骗挥这样子。嘿，然后壶的顺序是金满，因为这个一定要最开始开嘛，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再来是有强摊开强摊，最后才开金签。
因为金签不能抽卡的字数是整回合的，所以他如果被挥的话，你手上就算卡着强滩，你也不能开。所以同时上手的话，你一定要先开强滩，再开金签，这样子。手上没有火男的话，强滩基本上要在增援前面开，不要怕火男被全部吸掉，几率还是很低的。不然你增援被挥再开强滩，然后还是抽到不会动，这样很难受。那金满湖跟金签湖这两张卡片开完都有在回合结束前不能抽卡的效果，所以这两张卡片开完之后，你是不可以透过机器人去抽卡的这个大家要自己去注意一下，这样不要开完那2个湖之后还想跳机器人抽卡，然后跳下来才发现，怎么不能抽卡？那按影片长度的关系 ，VS 的卡组教学大概就是这样子啦。有些具体比较细的部分，可能还是需要大家透过实战去体会啊。那这卡组其实还蛮好玩的，就是很灵活。那大家可以再去多多练习。这样，本期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影片的话，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到我实况上来询问。觉得我做的不错的话，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我是 FCGRZ，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